包心菜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食材，做法也有很多种。今天搭配几个鸡蛋，分享一道好吃又营养的下饭菜。做法简单，老人小孩都爱吃。首先准备2颗鲜嫩的包菜，把包菜切成大块。其实挑选包菜也是有技巧的，我们最好挑选这种有机包菜，也称之为鸡心包菜。这种包菜口感脆嫩清甜，适合用来炒鸡蛋。全部处理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大一点的碗中。接下来我们简单处理一下，菜心部分比较鲜嫩，不适合用来炒鸡蛋，可以用来做汤或者是清炒。如果放在一起炒的话，外面的菜叶还没有成熟，中间的硬心已经炒烂出水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菜心部分挑选出来。接下来就是整道菜的关键，用手把包菜撕成大块，这里千万不能用刀切，因为手撕过后的包菜红切面更大，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中间菜梗部分我们也要挑出来，如果放在一起炒的话，菜梗比较硬，很难成熟。这些都是做菜的小细节，我们千万要注意，尽可能的大小撕均匀一些，使其在后续烹饪的过程中成熟度一致。接着往包菜里面加入大半勺的食用盐，然后倒满多一点的清水，稍微的浸泡一下。因为包菜的结构比较复杂，是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包起来的，里面难免有一些虫卵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下手翻拌均匀，使食盐完全化开。浸泡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大约在5到6分钟左右。我们再来仔细清洗一下，像视频中这样都淘洗2遍，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。经过这样清洗之后，我们吃着也更加放心。把洗好的包菜捞出来，放在漏筛里面，控干水分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几个鸡蛋，鸡蛋的数量也不需要太多，2到3个就可以。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少量的白醋。食盐可以提前给鸡蛋入下底味，白醋可以去除蛋腥味。用筷子朝太阳下山的方向充分搅拌均匀备用。准备1颗过多的蒜，首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小条，最后切成小丁。蒜末切小一些，这样更好的释放出香味。切好放在盘中备用。1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同样切成姜末。准备几个小米椒，去掉辣椒蒂，然后再切成小圈。如果是老人和小孩食用，小米椒可以省略不放。全部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备用。接下来简单的调个料汁，碗中加入少许的蚝油，小半勺的食盐、松茸鲜，少量的白糖，小半勺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充分搅拌均匀，使所有的调味料完美的融合。提前调好料汁，这样可以更好的掌握好火候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鸡蛋倒在锅里，用锅铲推动一下，使鸡蛋液快速定型。炒鸡蛋没有什么技巧，喜欢吃香一点的我们就多炒一会儿，喜欢吃嫩一点的我们炒至定型就可以直接捞出来。这些都是根据个人的喜好。把鸡蛋炒成小块，这个时候的鸡蛋也炒出了香味。把鸡蛋盛出来，放在碗中备用。不用洗锅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
接下来把切好的姜蒜、小米椒直接倒在锅里，快速翻炒均匀，炒出香辣味。接着把包菜直接倒在锅中，快速翻炒均匀，把包菜炒出蒜香味和辣味。分享一个小技巧，在炒包菜的过程中，我们全程开大火，快速翻炒均匀，把包菜表面的水分炒干。因为清洗过后的包菜含有大量的水分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出汤。全程大火翻炒20秒左右，把包菜炒干水分，把鸡蛋也倒在锅里。接下来倒入准备好的料汁，快速翻炒均匀，使包菜充分的入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敬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！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！炒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一道营养又下饭的包菜炒鸡蛋就这样做好啦。包菜炒制的时间千万不能太长，如果时间太长，炒出来很容易发黄，而且口感也不爽脆，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这样炒出来的包菜颜色翠绿不发黄，口感爽脆又入味，加入了鸡蛋，鲜香又下饭，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，厨房小白都能够轻松掌握。平常不知道吃什么菜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。这样一道包菜炒鸡蛋不仅操作简单，而且经济实惠，花上2元钱就可以炒上一大盘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